西游记第38回，婴儿问母知邪正，金木参玄见假真。乌鸡国太子先是听到了孙悟空的言论，之后又看到了先王留下的白玉龟，他也有点不确定自己的父王到底死没死。太子只是快马加鞭，赶紧回到王宫之中，找来母亲商议。原来这3年假国王一直没有让他们母子相见，就是怕他们一聊天聊出了破绽。果然在太子的再三询问之下，母亲终于想出了国王不对劲儿的地方。这3年国王的身体总是又冰又冷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再加上当天夜里国王的鬼魂不仅给唐僧托了梦，还给王后托了梦，告诉他3年前发生的事情。母子俩综合了之前所有的证据，一琢磨，现在这个国王10有8九就是假的，咱们还得拜托孙大圣赶紧来降妖除魔呀。孙大圣自然想帮这个忙，不过打妖怪是最后一步，第一步咱们得把之前的国王尸体打捞出来才行啊。可要在这大半夜去把尸体给扛回来，孙悟空想想还是有点瘆得慌呀。他不想自己扛，就骗猪八戒说在御花园的芭蕉树下藏着一个宝贝，猪八戒你趁着夜色不如和我一起偷回来吧。猪八戒贪心这么重，当然乐呵呵的就去了呀。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芭蕉树下竟然是一口水井。猪八戒怕弄脏衣服，就脱了个精光，赤身裸体的下水去找宝贝去了。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在水井底下居然是景龙王的水晶宫。3年前国王的尸体落到井底，景龙王就在尸体的嘴中放了一颗定颜珠，让他的尸体不会腐烂。猪八戒这一刚来，龙王就赶紧把国王的尸体扔给了猪八戒，之后就闭门不出了。猪八戒一脸沮丧地看着尸体，叹了口气，这宝贝没找着，反而做了孙悟空的苦力，只好就吭哧吭哧地把尸体背回了宝林寺。不过呀，这猪八戒不会甘心受这份窝囊气，刚回到寺庙，他就对唐僧说，务必要让这孙悟空把国王的尸体给复活了，如果复活不了，那就紧箍咒伺候。其实啊，每次读到这个回目，总让我反思，我是否像太子、王后和猪八戒一样，被人骗了却还不自知。太子和王后被假国王骗了整整3年，这3年他们纵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但还是这么生活了下来。而猪八戒被孙悟空骗的是团团转，到后来也发现宝贝是假的，不存在，可仍然在孙悟空的指引下东奔西跑。如果生活的大前提都是假的，纵然我们的真心再赤诚，也是没有什么用啊。看来还是要多多的审视自己身边的人，别被别人骗了还替人数钱呢。那现在国王的尸体已经背回来了，悟空能不能起死回生呢？咱们下回分解。